帮父亲交电费那天，我发现他竟然有2个家。滨江区金兰府3栋1801，家里。我家是翠湖花园，那家里是哪个家？何美玲，我妈最好的闺蜜。喂，念念，爸爸今天晚上有应酬，不回去吃饭了啊。念念，念念，这孩子怎么说话啊？爸，我们快回去吧，蛋糕都快化了。好。妈妈的生日，她缺席，说工作忙。同一天，同一个男人，另一个家，欢声笑语，蛋糕鲜花。喂，爸，妈今天过生日，你不是答应了会早点回来的吗？我正在忙，先挂了。喂，妈，你看他呀。你爸工作忙，工作重要，咱们多体谅他才对，别耽误他工作。咱娘俩过也一样呢。啊，来，跟着吃吧。何美玲，我妈的闺蜜，记得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过着养尊处优、光鲜亮丽的生活。你看人家老公那么大年龄了还那么恩爱呢，那过生日还亲自拎蛋糕回来。就是啊，你看人家儿子多帅呀，这家3口可真让人羡慕。是啊，模范夫妻，一家3口，那我和妈妈算什么？高档小区，水晶灯。爸，原来你会舍得花钱。你说的应酬，是在你另一个家。2005年，那年我6岁。好冷啊！念念，给你留了饭，你最喜欢的排骨炖玉米，快回来，凉了不好吃。马上。我妈为这个家操劳20年，20年来省吃俭用，最后换来你在外面养活了一个光鲜亮丽的家。爸，既然这样平淡的幸福你不珍惜，那就别怪我亲手夺走你的一切。念念，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吃饭了吗？工作加班就晚回来了会儿。快坐，妈给你热热菜去。
来了，妈炖了2个小时，快尝尝。怎么哭了，念念？是工作不顺利吗？没，排骨好吃。傻闺女，好吃就多吃点，这锅里还有呢啊。妈给你把这2个菜也热热去啊。漂亮吧？妈那年25岁，在银行当柜员。妈当时的业务可是全行的第1呢。后来怀了你，秀兰，以后你就在家照顾孩子，我养你们。好。我辞职走的时候行长还舍不得，他跟我说：“小林你想清楚了吗？你业务能力这么好，你走了多可惜呀！”当时你爸要创业，妈就拿出了30万嫁妆支持他，他也是很厉害的。现在公司做得这么大，咱们家也算是苦尽甘来了。那一年，妈离职了，何美玲入职顶了她的位置，而她不光要了位置，还要了妈的老公。妈，其实不，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妈，其实你在我心里才是最厉害的。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没有我，你的人生会很灿烂？不是我，都是我拖累你。你胡说什么呀？你才是在妈妈期盼中长大的孩子呀，怎么会是拖累呢？长大了才看你做新娘。你小时候古灵精怪的，爱看什么七仙女，整天就披个床单扮仙女。再后来长大了，就翻妈妈那鞋柜，又翻出妈妈上班时穿的高跟鞋，这走路歪歪扭扭的，可有意思了。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眼，我的念念长这么大了。妈妈勤勤恳恳、起早贪黑这么多年，却输给了一个坐享其成的女人。妈，你的头发白了好多。为了我妈，这一仗我必须要赢得没有一天，让他们付出应付出的代价100倍。
50万，购房，30万，装修。妈，你看看，绣的都湿了。妈，你该买新衣服了。要不我给你买件新羽绒服吧？家里边开销这么大，能省就省着点吧。你爸说的对，家里开销大，你还在上学。哎，你看妈这衣服，这不挺好的吗？不用买新的。我收到的人生第一份工资，给妈妈买了一件波司登，她高兴了1个星期，试了5次，每次试完又叠好，还说真好看，太好看了，我舍不得穿，妈，他让妈妈穿了8年旧袄，却每个月雷打不动的给外面的女人15000家用。8万，学费？什么学校1年8万？原来是国际学校。老公，这个补习班1个月3000块，念念现在念高3呢，他们班同学都在上，咱不能让孩子落后是吧？怎么高3了才想起来补课呀？早干嘛去了？浪费钱。我的补习班3000块嫌贵，私生子的国际学校1年8万，你眼都不眨。20年，一共1182万，算上我没查到的现金和其他支出，保守估计1200万。妈妈的嫁妆30万，爸用30万起家，然后拿1200万养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家。这就是我敬爱尊重了20多年的父亲。你看，就这儿，这水渍都好久好久了，什么时候来找人给我修修嘛？这点小问题找人修太贵了，等等再说吧。啊，爸，静安府的天花板肯定没有水渍。2004年，妈辞职的那一年。琳琳，我辞职了，以后你多照顾自己。是有他呢，银行有他，我爸也有。这1年，他不光顶了我妈的工作，还抢了我妈的老公。
살아서 난 되겠니 너의 사랑은 밤이니 爸，给妈买辆代步车吧。代步车？一辆代步车我问过了，不贵，也省得妈整天自己出去追公交，太累了，也不安全。你妈又不上班，开什么车？对，你爸说的对，妈坐公交挺好的，妈不上班也不用开车，咱家都靠你爸撑着呢，你爸也不容易，妈坐公交就行，妈坐公交挺好，省钱还能看风景呢。姓苏，他出生那年我6岁，那时候我在干什么？我在……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吃饭？我都想他了。念念乖，爸爸忙，你先吃。爸爸又在忙什么？他忙着跟何美玲生孩子。妈妈，爸爸呢？爸爸忙。我要爸爸，我就要爸爸。爸妈，我回来了。爸，你在家吗？妈，我回来了。哎，念念回来了，累吧？走，吃饭。那我爸呢？他忙。他忙了20年，忙着经营另一个家，从头到尾妈妈什么也不知道。她以为丈夫在忙事业，以为自己的付出有意义，以为用30万嫁妆换来一个幸福的家。可她不知道，妈，你的30万变成了1200万。他拿着你的1200万养别的女人，连同你辞去的职位，还有你的丈夫，也都被别的女人接手。翠湖花园的房产给林秀兰，但公司的股权必须100%归我。至于存款，就各自名下归各自吧，其他财产再协商处理。这样，再怎么说，我也不算亏待他。翠湖花园的房子估值不过200万，公司呢？公司近3年来每年应收1800万，净利润约300万，公司按保守估值算，至少1000万。也就是说，你想把200万的老房子给我妈，自己拿走价值1000多万的公司，加上你名下的存款理财，留给我妈的不过总资产的15%，这就是你说的不会亏待。苏先生，关于公司股权变更事宜，您提出将30%股份转至苏浩名下，需要准备以下材料。股权？你要把公司的股权转给何美玲的儿子？我是你的亲生女儿，这26年你没有把1分钱的股份转给我过，现在却要把公司转给外面女人生的孩子。建国，离婚的事你尽快。浩浩明年要出国，学费要提前准备。林秀兰那边你搞得定的话，我会找人跟他谈。放心吧，年底之前办好。
他好说话。他好说话，是我妈好说话。20年，他说了20年的好，每次你说什么，他就说好行，都听你的。还有那个何美玲，他凭什么叫人跟我妈谈啊？谁呀？他凭什么？钱律师，您是江城律师所最强的律师，我需要您帮我一个忙。这套房子给妈妈，然后呢，她没有存款，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50岁，简历空白一片，这就是不会亏待的。念念，哎，妈买了玉米、大虾和排骨，都是你最爱吃的。妈做什么我都喜欢吃。我这给你做去啊。我要做一件事，一件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苏建国，游戏才刚刚开始。KO。啊！您父亲这件事，法律上核心只有2点。第一，这20年来，他陆续转走1200万，这是你爸妈的夫妻共同财产。他在未经你母亲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移、赠与、挥霍，一切行为在法律上均属无效。一旦你母亲提出离婚诉讼，法院不仅会全额追回，还会因为你父亲恶意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判他少分，甚至是部分财产。开公司发票。老公，你真好。第二，他还在继续转移资产，把公司股权变更到苏浩名下。工商登记一旦完成，想撤销会非常麻烦，周期会拉得很长，所以我们必须拦下。怎么了？怎么了？申请财产保全，你妈妈呢？可以向银行申请冻结公司的股权、银行账户、资产变更，从根源上阻止他继续转移。财产保全申请需要什么条件？保全必须以你母亲的名义申请，由她本人亲自去法院起诉，或者出具亲笔签字的授权委托书，由我们律师代为申请。他现在还不知道。那你必须提前让他知情。我知道，但不是现在。刘姐，我需要你帮我查他公司的账。怎么查？所有通过公司走账的私人支出、招待费、差旅费，还有续开发票。他养了外面的人20年，
不可能只用个人账户，一定有大笔钱是通过公司变相套出来的。行，你给我3天时间。哦，对了，下个月是我爸生日，他每年都会办生日宴，到时候所有亲戚都会来。所以呢？我要在生日宴上摊牌。接下来20天，我做了4件事。第一件，备齐所有证据，房产信息、购车记录、国际学校学费、邮箱截图、公司流水，还有照片，一共63张，存了3份。第二件，做了财产保全的准备。还差你母亲的亲笔签名，加上我导师律所的担保，材料递交之后，法院应该会很快裁定保全。第三件，我去见了一个人，张阿姨，我妈当年在银行的老同事，也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张阿姨，何美玲这个人您了解吗？你怎么突然问她啊？您就说吧。何美玲啊，刚来的那段时间风评不是很好，同事们呀有好几次看见她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银行门口拉拉扯扯的，都说她私生活乱得很。后来你妈辞职，她就顶上去了，大家背地里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不三不四的人，那苏浩到底是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张阿姨，那您知不知道何美玲和我爸？念念，您知道多久了？哎呦，大概5、6年前吧，有一次在商场碰到的，你爸和个女人，还有一个10几岁的男孩，当时我也没认出来，后来回头想了半天，感觉那女人像何美玲，但是又不敢确定。那您当时为什么没告诉我爸呀？我这不是怕你妈受不了吗？再说了，你妈那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张阿姨，下个月12号是我爸的生日宴，我需要您来。去做什么？给我妈出气。怎么又是这些？你自己看看，每天就会这几种菜，你就没点别的新意吗？行，明天我在短视频上多学几道菜，吃吧。这念念怎么还没回来？她最近很忙吗？是啊，这孩子最近……妈，我回来了。回来了，念。这么大了也不知道叫人。爸，手里拿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啊，对手公司客户的账目资料，你要看看吗？我看那些干什么？赶快洗手，过来吃饭。也不知道他是觉得我们太蠢，不需要防备，还是对我们心存信任。爸。
不接吗？万一有什么急事呢？嗨，能有什么事儿啊？这好不容易陪你们娘俩在家吃顿饭，这工作上的事儿往后拖一拖没什么。就是，来，闺女，吃。念念，最近工作很忙吗？忙着给对手公司客户准备一些东西，到时候一定会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回忆。苏小姐，这份是苏建国通过公司走的个人支出，287万，实际上都用在了何美玲和苏浩的身上，加上他个人账户的1200万，共计将近于1500万。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根据婚姻法，过错方转移共同财产的另一方可以主张多分，加上你妈20年的家庭贡献，保守估计，你妈妈可以分得家庭总资产的70%以上。家庭总资产一共是多少？我估算了一下，公司股份1000万，翠湖花园的房子200万，各类理财存款150万，加上可追回的资金，一共大约1700到1800万，70%也就是1200万左右。1200万，和他转出去的数字一模一样。哦，我那个公司还有点事儿，我要过去，晚上就不回来了。你的事。哎，你吃完再走呀。何美玲啊，刚来的那段时间风评不是很好，同事们呀有好几次看见她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银行门口拉拉扯扯的，都说她私生活乱得很。第4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跟我妈摊牌所有事。妈，哎，回来啦？哎，我没拖完呢。先别拖了，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怎么了？这什么？爸名下的电费户号2个，第2个地址是滨江区金兰府。金兰一套房子，180平，我爸买的，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还有一个19岁的男孩。那个女人叫何美玲。美玲，妈，当年你辞去职位，他不光顶了你工作上的位置，还顶了你在爸心目中的位置。不可能，你爸不可能。他不配做我爸。
20年，给你爸修。对，苏浩。妈，现在你有2个选择。妈，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忍，跟过去20年一样；第二个，跟我走，在走之前，把他欠你全部拿回来。他欠了我多少？1200万。你的嫁妆30万，他拿去做了公司，然后拿了1200万养别的女人。妈，这30万他之前给过你吗？再拿钱。如果苏浩不是爸的亲生儿子，算了，还是等鉴定结果出来了再跟妈说。老公，你真好。明天过后，你和浩浩就会成为我苏建国名正言顺的妻人。我很期待明天的生日宴。帮我把这个插好。生日宴上，我要放一段感恩视频。陈阿姨，我只需要你做一件事。什么？等会儿我让你说话，你就说。坐，大家都坐。建国，我是二了，事业越做越大，身体越来越好。干杯！哥，都靠大家照顾。建国、秀兰，你们俩都多久了，感情还这么好？今天人齐，我说几句。公司这几年发展的不错，多亏大家的支持。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一件事儿：我和秀兰这几年聚少离多，而且性格不太合。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和平分开。建国，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爸，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和他的性格不太合适。秀兰在家20年，也辛苦了，我是不会亏待她的。那套房子归她，每个月我再给她一笔生活费。他俩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秀兰，你同意了？这多大的矛盾，怎么就闹到离婚的地步呢？秀兰啊，妈心直口快，有啥事就直说了。你这整天在家待着享福，建国他一个人在外，拼死拼活的挣钱养家，要是有了什么矛盾，你也该体谅他呀。秀兰，要我说呀，也不怪建国想离婚。你瞧瞧你现在什么样子，这脸糙的，这白头发也不知道染染，看着比建国年纪还大。现在怎么说，建国也是老板，就你这样子，带出去多丢他的人呐！建国，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他们的语气好像是在劝和，潜台词却是离婚的原因都出在我妈身上。没人问我爸为什么，也没人关心真相到底是什么。爷爷，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年年，你问。您知道为什么我爸会说性格不合吗？他刚才不是说了？因为他说的不是真话。念念，你干什么？爸，您名下有几套房？什么？很简单的问题啊，您名下有几套房？1套，翠湖花园那套。啊，你这话什么意思？眼熟吗？你的电费户号，2个户号，一个是翠湖花园，另一个是滨江区金兰府3栋1801。备注是什么？需要我跟你说吗？家里。爸，哪个家里？念念，你别在这胡闹！胡闹？那我问你，金兰府这套房子，你2008年买的，180平，产权人的名字是何美玲，你说说，这是胡闹？建国，这到底什么情况啊？秀兰，那是我公司的房子，挂在了员工的名下。员工？那何美玲就是你的员工了？哦，对。哪个岗位？爸，她早就从银行辞职了。你公司是做建材的，她能帮你干什么？帮你搬砖吗？建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大家说清楚。念念，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让你说实话。你一个孩子，爸，我今年已经26了。还有，我是注册会计师，我已经查完了你近10年的银行流水，每个月固定转账15000，收款人何美玲，备注家用。2008年转账50万，备注买房。2012年转账30万，备注装修。2014年转账22万，备注买车凯迪拉克。还有，从2018年到2024年，每年8万，备注是国际学校学费。你竟敢查我的账！我交电费的时候发现的，你连密码都懒得改。
大概是觉得家里根本不会有人查你。建国，你是真的在外面有人了？所以你就要离婚了？爸，那都是误会，你别听他的。误会？哎呀！苏念，你可真是我的好姑娘呀！你既然非要把事情弄大，行。秀兰，我实话告诉你，何美玲确实跟了我很多年，可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我该给你的都已经给你了。翠湖花园的房子归你，每月再给你5000块钱生活费，够了。哼，苏建国，谁叫你做了错事，还这么理直气壮啊？你好好的给秀兰道个歉，把外面那些事儿给我处理干净了，回归家庭，你听到没啊？爸，我的事您就别管了，我能处理好。秀兰，家里的钱都是我挣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想给谁花就给谁花。你要是不同意离婚，那我就走法律程序，到时候你分到的只会更少。还有你，念念，你别老装作你妈出那些馊主意，你不懂我和你妈之间那些事儿。建国，你怎么能这样？秀兰她……建国呀，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就算摊开这一切又怎么样？这一刻，大家的表情好像都传达出一条信息：同情。但这是别人家的事儿。我爸在主位上坐得很稳，仿佛已经赢了。房子5000块，这就是他给我妈20年开出的价格。既然我爸说该给的都给了，那今天咱们大家就一起好好的算一笔账。每月固定转账15000元乘以12个月，再乘以20年，共计365。第二，你给我关了！爸，别急呀，这才刚刚开始。第二项，购房首付及月供，共计280万。第三项，装修30万。第四项，买车22万。第五项，国际学校学费48万。第六项，其他消费，这里包括旅游、购物、医疗。我查到了小票还有转账记录，一共是162万。第七项，通过公司走账的虚列支出，这里包括差旅费、招待费、办公费，实际全都流向了何美玲以及苏浩，一共是287万。哦，对了，还有一些我没有查出来的现金支出，保守估计不低于1200万。大家看清楚，也都听清楚。1200万又怎么样？浩浩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想怎么花他就怎么花。是不是亲儿子？等鉴定报告出来就知道了。爸，您说该给的都给，200万的房子，每个月5000块钱的生活费。那我想问问您，这1200万，您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妈当年的嫁妆是30万，你拿这30万创办了公司，后来又拿公司里的1200万去养了外面的你。我妈辞了银行的工作，是和美玲顶亲，对不对？张阿姨，当年的事情您能跟我们大家说说吗？
秀兰当年在银行干得很好，柜员考核全行第一，辞职的时候行长都舍不得。他是为了照顾这个家，照顾孩子，才无奈辞职的。之后何美林顶了秀兰的位置。我5、6年前在商场碰到过苏建国和何美林，当时还有点不敢相信。张阿姨，谢谢你。爸，我想问问你，你喜欢何美玲的什么？她的独立闪光有能力吗？可我妈当年也很独立闪光啊。是你把她困在家里，整天和锅碗瓢盆作伴。她为了咱们这个家，让出了她的位置，她的事业。可你却用她的牺牲开了公司，还用公司里的钱去养外面的女人，凭什么呀，爸？凭什么？凭什么？你不懂，我不懂什么？你不懂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可我懂数字，1200万，这是数字，数字不会撒谎。看来我今天是等不到你答案了。那我想再问问你另一件事。你是不是想把公司30%的股权转给苏浩？是从哪知道的？你邮箱的密码也没改。建国，你要把公司给外面的野种？苏建国，你……哎呦，老苏！哎呀，建国，你这孩子好糊涂啊！浩浩不是野种，他是我的亲生儿子，公司是我一手打造出来的。股权也是我的，我给他怎么了？我有什么错呀？爸，你刚才说钱都是你赚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那我想告诉你，这个是法院下达的财产保全裁定书。从昨天下午开始，你名下的公司股权、房产还有银行账户全部冻结。你怎么敢？这是我一手打拼下来的公司。你藏了20年，我只查了20天，咱们俩之间谁更过分？现在你想转给苏浩的30%的股权转不了，你想取的钱也取不出，你想卖的资产也更卖不掉。差点被你吓唬到了。你一个小孩儿，我这么大的公司，你说冻结就冻结呀？好，就算是真的冻结了，老子有的是钱请律师，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我们已经走。爸，签字吧。这什么意思啊？离婚协议啊，家庭总资产包括公司股权、房产、存款、理财，以及你转移出去的可追回的部分，共计约1700。根据婚姻法，你们婚姻存续期间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判少分或者部分，加上我妈20年的家务贡献，
以及嫁妆投入，还有你的过错，我妈的份额不会低于70%。1200万是你在何美玲身上花的钱，刚好一样，你欠我妈的1分都不会少。噩梦，公司是我一手打拼下来的啊，她只不过是个家庭主妇。我妈那30万的嫁妆是你的创业本金，是你曾经自己说过的，不会亏待她。现在你也该兑现了。建国，秀兰这些年也不容易，我们也都看在眼里。秀楠，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多委屈。秀兰当年那么能干，她是为了照顾家庭才辞职的，今天却到了这个份上。我们做女人的，唉，今天这事儿啊，建国，你确实做得过分了。你们在说什么呢？你们看清楚了，我才是苏家的人。他林秀兰只不过是个外人，你们确定这么向着他说话？建国，这是你的家事，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建国，你这件事做得不对，好好的和秀兰谈谈啊，不能丢了我们苏家的体面。爸，我哪儿做的不对？他要是能给我生个男孩，我至于走到今天这步吗？哼，你以为你赢了？何美玲不会放过你们的。金兰湖那套房子在她的名下，里边的东西也都是她的。就算你们冻结了我的资产，那也动不了她的。还有浩浩，他是我儿子，我有权给他资产，你凭什么管啊？等我解除财产冻结，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等你解除了再说吧。妈妈不哭，是因为麻木了，还是已经没有眼泪了？来，签字吧。苏建国，我嫁给你这么多年，辞了工作，生了孩子，我拿我的嫁妆给你开公司，我在家里洗了20年的碗，穿了8年的旧衣服，而你在外面养了20年的女人，花了1200万。今天这个账是我女儿替我算清楚。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林秀兰，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回家吃饭动不动就是排骨汤，说话聊天就是那些柴米油盐那些屁话。你根本就不懂我，你不懂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你既然给不了我想要的，我出去找别人，这有什么错吗？苏建国，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你答应了我什么？你求着我辞了工作照顾家庭，我没有社交，没有工作，每天关在家里，除了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就是柴米油盐。我能对你说什么？可在那之前，我也有自己的事业，我也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不是非要依附于你。所以，不是我不懂你，
而是你不配。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我在酒店门口等你。念念，我们走。林秀兰，你签了。好啊，签得好。离婚？想得美！我一个字都不会签。生儿育女、洗衣做饭，哪个女人不是这样做？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矫情？公司是我一手打拼出来的，没错，启动资金是用的你的嫁妆，可后边的财产都是我起早贪黑了20年打拼出来的。可你呢？做了什么？在家里边白吃白喝了20年，还想分走我70%？还有你，老子养了你26年，供你读书，给你吃穿，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哼，还查老子的账，还非法调查隐私。行，咱们法庭上见，你们1分都得不到。我会让你们喝西北风！爸，事情都这样了，你还在这自欺欺人。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链，这场官司你毫无胜算。哼，你有证据又怎么样？浩浩是我的亲生儿子，我给儿子花钱，这天经地义。识相的话，翠湖花园的房子和每个月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依然会给。如果你们还想分走公司股权，门儿都没有。好，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妈，这样你先去外面等我，我和朋友聊点事儿。师兄，念念，法院已经确定了，保全已经全部执行，苏建国的个人财产、公司财产还有股权已经全部统签。谢谢师兄，辛苦了。对了，你猜的没错，苏浩确实不是苏建国的亲生儿子。对了，你猜的没错，苏浩确实不是苏建国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个，爸，如果有天你知道自己拼尽一切去爱的苏浩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会是什么表情？建国，你可算回来了，怎么样？离婚的事情跟家里说了吗？他们什么态度？说了。然后呢？他们同意了吗？林秀兰什么反应？反应？我那个好女儿替他妈出头，把你和我20年之间的事情
一件一件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全都抖露出来。什么意思啊？银行转账、流水记录、买房买车的钱、国际学校的钱，包括每月我转你的1.5万，全查出来了。那怎么办？苏念那个白眼狼还说，已经冻结了我名下所有的资产。什么？全冻结了？冻结了又能怎么样？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老公，快想想办法呀！浩浩怎么办？别怕，他们不懂法。浩浩是我苏建国的亲生儿子，法律上，非婚生子享有合婚生子同等继承权。只要浩浩是我的亲生儿子，那笔钱就有一半是可以留给他这个苏家根苗的。至于我那个女儿，一个迟早都要出嫁的外人，她能分到什么？我已经约好了最好的律师，只要能够证明浩浩是我的亲生儿子，那法院就会酌情考虑。到时候，我再凭我的本事东山再起，那种冻结算什么？别怕，有我在，这个家就永远倒不了。对，浩浩是你的亲儿子，这是谁也干不了的事。王律师，怎么样？你看了这么多，你就直接告诉我，我这官司有多大把握？苏总，实话跟你说，情况不太乐观。什么意思？你女儿提供的证据链非常完整，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购房合同，这些在法庭上都是铁证。您现在名下资产全被冻结了，时间拖得越长，对您越是不利啊。那又怎么样？我还有最后一张牌没出。什么牌？苏浩。浩浩是我儿子，在法律上，非婚生子也享有继承权。只要能够证明浩浩是我的种，那法院在判决财产的时候，就该考虑我儿子那份吧。至于我那个女儿，一个迟早都要嫁出的外人，她能分到什么？苏总，您这个想法恐怕太过于乐观。你这话什么意思？首先，您婚内出轨、长期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过错方案。即便苏浩是您的亲生儿子，法院也只会酌情考虑抚养非婚生子女的合理之处。在财产分割上，最多给您多争取10%左右，而您的妻子至少能得到60%到70%。什么？浩浩是我儿子，我把自己的钱给我自己的儿子，这怎么了？这天经地义，凭什么不行？苏总，法律讲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你花给苏浩的每一分钱都有林秀兰的一半。那怎么办？那就这么认了？我辛辛苦苦20年打拼下来的公司，就这么让他们拿走了？还有一种办法。什么办法？私下协商。协商？爸妈，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浩浩是我唯一的儿子，是我的命根子。林秀兰要是敢动浩浩的东西，那就是要我的命。请你们帮我转告他，如果他执意要分走我公司股权，那我们苏家就跟他们母女断绝关系。建国，你疯了吧？我没疯。林秀兰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她在家待了20年，早就跟社会脱节了。她能有什么主意？还不是苏念那个丫头在背后撺掇的。林秀兰这个人性子软，
耳根子爷们。当年我说让他辞职，他就辞职；我说家里边开销大，不让他买羽绒服，他就不买；我说别让他过生日，他就不过。20年了，我说什么他都说好。那你还……所以我才让你们去说。林秀兰就是个围着郭台转的家庭妇女，她能有什么骨气？这么多亲戚去，一起给她施压，她肯定扛不住。只要她一松口，那苏念那一个鸭子还能翻起什么了？建国，这能行吗？怎么不行了？她当年连一件羽绒服都不敢跟我要，她还敢抢我公司？她没那个胆。你们去了就跟她说，这是我们苏家的家事，让她一个外人别不知好歹。帮不帮我，你们自己决定。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他抢走我的公司，以后你们任何一个人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爸，今天这么大阵仗，把全家都请来，怎么是突然想通了，把我们叫过来，和我妈签字离婚？离婚可以，只要你们放弃财产分割。凭什么？凭什么？就凭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的，你们娘俩有什么贡献？老子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现在倒好，把你们的胃口给养大了。秀兰呐，建国确实不对，但是男人嘛，总会犯错啊，你们就别上纲上线了啊。今天呢，我做个主，你们和平离婚。那个浩浩嘛，毕竟是建国的孩子，是我们苏家的血脉，你们不能赶尽杀绝。爷爷，我妈被蒙在鼓里20年，操劳半生，他苏建国拿着家里的钱去养外面的女人和孩子，现在您反过来说我们赶尽杀绝。浩浩他毕竟是个孩子，他是无辜的，你们的债怎么能算在一个孩子的头上呢？妈，那我呢？我就活该吗？秀兰，浩浩是建国的儿子，苏家的后代。念念，浩浩是你的亲弟弟，你怎么能那么狠心？是啊，那孩子才19岁，你们把家产全拿走，让孩子怎么活？再说了，这些钱也是建国挣的，你们什么都没付出，凭什么？二婶儿，你在说什么呢？苏念，注意你的态度。我女儿态度怎么了？你出轨20年，转移资产1200万，我要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你让我注意态度。哦，原来今天叫我来不是谈离婚的，是来给我施压的。好，既然如此，也没什么可谈的。念念，我们走。好，以后我们苏家就跟你们断绝关系。我的钱，你们1分都别想分到。建国，难道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公司给抢走吗？当然不，既然他们俩不是食物，那我也没有必要顾念曾经那点情谊了。那接下来怎么办？我已经请了国内打离婚官司最好的几位律师，林秀兰他们请的那几位律师跟我们请的根本没法比。我已经问过，可以利用诉讼程序合法跟他们耗时间。哼，就他们兜里那点钱，不出半年就会被拖垮的。
师兄，念念，我老师今天给我回电话了，他那个曾经的校友，排名第1的律所创始人，愿意接你妈妈的委托，而且人家表示不收律师费。不收律师费？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也不愿意说，估计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帮咱们一个忙吧。师兄，这件事情让你忙前忙后的，真是帮了大忙。等事情后面解决了，我请你吃大餐。你放心，我肯定大吃特吃。那师兄先不打扰了，再见。爸，等着吧，这块悬在我头顶上多年的水渍，很快就会消失了。哟，来的挺早啊，林秀兰、苏念，看来你们俩是铁了心的要跟我磕到底啊！把东西拿出来。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林女士，这是我们拟定的和解协议，公司归苏先生，翠湖花园的房产归您，每月生活费5000，签字你们和平收场。5000。打了叫花子。苏念，你妈20多年来没有出去赚过1分钱，现在居然狮子大开口，想吞掉我半辈子的财产。你们有证据又怎么样？老子有的是钱陪你们耗，可你们呢？你们兜里那点钱，耗得起吗？苏建国，耗不耗得起，你不用操心。我和念念只想要回属于我们的那份。你们的那份30万的彩礼，我早都已经还清了。这些年你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现在还想抢走我的公司，做梦！那30万架子是你创业的本钱，要是没有我妈的那30万，你今天还在工地搬砖。够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来覆去的说有意思吗？如果你们今天不同意和解，那咱们就一起耗，看谁耗得起谁。只怕你没有耗的机会的。介绍一下，这位是委托人的代理律师裴律师。裴律师，您怎么接这么小的案子？他终于来了。这似乎与本案无关吧？刚才听苏先生的意思，是想要诉讼流程将我的当事人耗下去。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婚离定，而且我当事人的权益你1分都拿不到。你谁呀？苏先生，别说了，这位是全国顶尖律所的创始人，从业30年无一败绩，我和他对上，毫无胜算啊！秀兰，你别怕，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离婚案件的代理律师。秀兰？你叫她秀兰？对，没错，我叫她秀兰。你有意见？好啊，林秀兰，原来你早就找好了靠山，怪不得突然说话这么硬气。她林秀兰算什么？她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银行柜员。她就是上一辈子班也挣不了这么多钱，享受不了这么好生活。公司是我一砖一瓦拼出来的，她凭什么分？凭什么？
凭他拿30万嫁妆来支持你创业，凭他怀着我辞去银行的职位，在家给你看孩子、孝敬父母，凭他这20年拿着他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和这个家。你，苏建国，拿着他的30万做大了公司，转头却拿1200万养别的女人和孩子，你有什么脸说他没有贡献？就这些个破事儿，你要说多少遍呢？当初他是给了30万你爸，那又怎么了？那不是他应该的吗？她一个女人拿着30万，能够做个什么事儿啊？现在的公司是你爸拼出来的，她林秀兰一个外姓女人，凭什么来分呢？苏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协商前，你的律师应该有向你说明，无关人员不得入场吧？怎么，你是想用家人向我的当事人威胁？那又怎么样？他们说的话哪句不是实话？小兰呐，建国是做错了事，但是你也不能对他赶尽杀绝呀。这件事，听我一句劝，差不多得了。苏念，你别说话，今天让你妈说。林秀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翠湖花园的房子归你，每个月5000块钱生活费，签了，咱们好聚好散；不签，咱们就打官司。我告诉你，浩浩是我苏建国的亲生儿子，法律上，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享有同等继承权。浩浩姓苏，是我苏家的根，他的那份，天王老子来了也拿不走。你以为你赢了？我告诉你，只要浩浩在，我苏建国永远有翻盘的资本。法院判决财产，他总得判给我儿子那份吧？你们俩想抢走浩浩的那份，门儿都没有。建国说的对，浩浩是苏家的血脉呀。妈，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苏念，我告诉你，浩浩是我的儿子，他的那份你想都别想。你要是抢，我就跟你拼到底。我苏建国这辈子没有怕过任何人。爸，你说完了？哼，说完了。怎么，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就这么确定苏浩是你的亲儿子？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苏浩不是你的亲生儿子，这是我委托2家鉴定机构做的亲子鉴定，结论一致，苏浩跟你并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浩浩是我苏家的血脉。建国，你不是说过浩浩是你的儿子，是我们苏家的血脉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可能，浩浩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小时候长得跟我一模一样，我是亲眼看见他出生的。假的，这是假的！苏念，你竟然还敢编出这种谎话来！你知不知道，伪造鉴定报告这是要犯法的？爸，你觉得我会蠢到做一份假报告来糊弄你？你当然敢！现在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查我的账，冻结我的资产，现在又拿假的鉴定报告来骗我，就是想从浩浩那抢走我的资产。爸妈，你们千万别相信他，浩浩就是我的儿子。何美玲去做产检的时候，是我陪她去的。浩浩出生的时候，我就在产房门口啊。建国，爸，你不会真相信他的话了吧？浩
是我的亲生儿子，是我们苏家的血脉，他就是为了骗浩浩的财产才这么说的。苏念，你以为你拿一份假的报告就能骗过我吗？我告诉你，信，我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浩浩就是我的儿子。那你就亲自去查呀，希望到最后结果能让你满意。结果今天谈的怎么样？林秀兰同意和解了吗？怎么了？苏浩呢？在房间，到底怎么了？叫他出来！哦，好，我这就叫他出来。哦，啊！你他妈的还有脸叫我爸？苏建国，你疯了吗？浩浩可是你唯一的亲儿子，他不叫你爸叫什么？真的确定他是我的亲生儿子？看清楚！看清楚！只是呢，苏念找了鉴定机构，报告上说他根本就不是我儿子，还有什么话说？你想让我说什么？我是真没想到啊，苏念为了公司，真是不择手段，就用一张假报告就能离间咱们家。苏建，我真怀疑是不是我看错你了。浩浩是不是你亲儿子？你自己没眼睛看吗？他跟你长得这么像，你看着他出生的，他不是你儿子，他能是谁的？你说的是真的？浩浩真的是我的儿子？反正你也信不过我，那就去做亲子鉴定。不过，这个鉴定做了，浩浩如果对你这个当父亲的心里有了怨言，后果你自己承。爸，我们一家三口哪一次出门不被别人说我们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现在就因为别人三言两语，还有这张假报告，你就怀疑我跟我妈？我对你太失望了。爸只是一时被吓着了。爸相信你，也相信你妈。没想到苏面那个丫头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歹毒。她为了阻止我们一家团圆，她竟然做出这种事情。这次我一定不放过她。妈，怎么办？他现在知道了。慌什么？所有财产都在妈的名下，你的签证也已经办下来了。等妈把房车还有首饰卖了变现，放进你账户里，送你出国。妈，那你怎么办？别担心，等这件事情彻底结束，妈就会去找你。苏先生还真是大方，发现头顶上戴了绿帽子，还能稳如泰山的坐在这儿，佩服。哼，我苏建国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糊弄。苏浩就是我的亲儿子，不管这场官司的结果最后怎么样，我身后依然有家，有后盾，有支撑。而你们俩已经不算是我的家人。看来我还真是小瞧黑你了。证据确凿的事情他都能给圆过去，
我不知道到底是爸你太蠢，还是他太聪明。够了！不想再听到你那些挑拨离间的废话。好啊，苏先生，我方当事人的诉求依然是0，财产分割占70%。如果你同意的话，你们今天就可以签离婚协议脱离。又是70%，林秀兰，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为这个家做了多少贡献，还敢舔着脸要这么多？我不同意。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再打。你明天就可以收到法律的传票。苏先生，我劝你也别故意拖着。你的财产已经被冻结了，包括你公司的财产。你公司的运转很快就会出现资金流的问题。如果你不想公司倒闭的话，你大可以拖着。林秀兰，你满意了啊？你得到70%又怎么样？老子现在是没有钱，但金兰府那套房子还在何美玲的名下，车子、房子、存款、首饰都在他那儿。我苏建国还有家，还有后路。你们两个别得意太早，我大不了从头再来。何美玲和苏浩都在家等着我呢，我还有家，我还有钱。爸，你这么有底气呢？那你快回家看看吧，看看你的家还在不在，你的何美玲和苏浩还有没有在等你。你这话什么意思？苏念，你又在耍什么花样？没什么意思啊，只是好心提醒你一句，有些东西藏了20年，终究是藏不住的。快回去看看吧，别等会儿连哭的地方都找不到。那，我们走。美玲，浩浩，爸回来了。法院判了，这个事儿也算了结了。不过还是让林秀兰那个贱人分走了70%。不过幸好我还有你们，还有咱们这个家。回来了，苏建国，你还知道这是家呀？美玲，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就算是官司输了，但是咱们还有这套房子，还有车子，还有我这几年给你的存款，我们一家3口可以从头再来啊！一家3口，爸，你醒醒吧！这房子的产权是我妈的，车也是我妈的，钱也是我妈的。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蛋，现在回来蹭吃蹭喝啊！浩浩，我是你爸呀，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爸这些年给你花了多少钱，为你付出了多少，难道你忘了吗？跟我出去，出去！浩浩，浩浩，浩浩，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家！你的家，金兰府1801，写的是我何美玲的名字，和你有什么关系？浩浩，你是我儿子，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儿子，哼，苏建国，我跟我妈随便扯2句，你还真信了？自己看看我跟你没有半毛钱血缘关系。这是苏念
这是苏娘给的假报告啊！浩浩，爸是不会相信的。你是我儿子，你就是我的亲儿子。苏建国，你还真是蠢的可笑，20多年了都没发现，我爱的只有你口袋里的钱。你害我爸！既然钱没了，你也可以滚。浩浩，这不是我的儿子，而养了20年的家就这么没了，没了，全没了，怎么都是假的？妈，念念，妈以前一直想要一个新家，现在终于实现了。你喜欢吗？喜欢。那比起翠湖花园那个家呢？都喜欢，因为有我们生活过的痕迹。妈，离婚证拿到了，新生活开始。是，新生活开始了。对了，你爸他最近怎么样了？何美玲把他赶出家门了，车房都在他名下。我已经让师兄发起诉讼撤回程序了，我爸应该会配合作证。人啊，有的时候要的太多，到最后反而一无所有。苏建国，你别乱来，好歹我也跟了你20年。20年？你骗了老子20年！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你是怎么对我的？啊？我和林秀兰刚打完官司，你就和这个野种把我赶出了门外，还是人吗？建国，我这不也是为了浩浩的未来考虑吗？你闭嘴！今天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个野种到底是谁的？你必须跟我交代！孩子打了呗，找我干嘛？这是你的。我的？谁知道你跟多少人睡过？还想赖我身上？你当然，下面来接我。你想知道？偏不告诉你。你什么你呀，苏建国，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跟我这儿装什么受害者呢？这个骗子，你个骗子！放开我妈！
好啊，好啊，你个贱人，你给我等着，我要去告你诈骗！这1200万，每一分钱你都得给我吐出来！还有你这个野种，这些年给你花的钱，你要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告我？你有证据吗？那些钱可是你自愿给我的。我苏建国，活该这辈子是孤家寡人，就该烂在臭水沟里。哎妈，裴叔叔今天又来家里啊？他说顺路带了点水果。顺路？他都从城东到城西绕了大半个城市了，还顺路？哎，妈，我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你跟裴叔叔，你们怎么认识的？你跟我说说嘛。那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20，他22，我们在同一个单位。他是会计，我是柜员。那时候他很腼腆，追了我很久才表白。然后呢？然后你外婆不同意，嫌他家里穷，兄弟多，怕我嫁过去受苦。你外婆以死相逼，我只能跟他分手。后来情人介绍认识了你爸，你外婆说他家条件好，工作稳定，有房子，我就嫁了。再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当年苏建国辛辛苦苦用尽心思追我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面20年会这样辜负她？那裴叔叔，他知道你当年是被逼分手的吗？他不知道，我当时跟他说，我嫌他家穷，不愿意跟他过了。他在心里一定很恨我吧。妈，你看裴叔叔现在的态度，像恨你的样子吗？妈，你苦了20多年，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不应该把自己困在过去。而且，裴叔叔等了你30多年，你还要让他继续等下去吗？可我都50多了，说这些多丢人啊！妈，你听我说，之前你为了外婆放弃了自己的选择，后来你又为了我，为了这个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你也该为自己而活。裴叔叔喜欢你，你也喜欢他，那你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在一起。谁敢说闲话？谁要是敢说闲话，我就找他去。你这孩子，妈，答应我，别再委屈自己了，你值得拥有幸福。苏建国是吧？你们什么人？你老婆和你儿子苏浩用你的名义借了500万，现在
该还钱了。什么？不是我没借过钱啊！白纸黑字，你的名字，你的身份证号，怎么想赖账？哎，不是，那是他们借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少跟老子说这些没营养的废话！3天之内还钱，不然后果自负。500万。苏建国卖掉了仅有的股份用于还债，何美林的财产也追回来了。金兰府的房子，那辆凯迪拉克，何美林名下的存款和理财，加上她变卖的首饰，一共900多万，法院已经全部划扣，作为你母亲的应得财产份额。何美玲那边什么反应？他以为把车子、房子放到他名下就安全了，没想到法院追索夫妻共同财产力度这么大，他现在一无所有了。啊！你不是说所有钱都到我账户了吗？为什么我的还被冻结了？不可能啊！我明明……好了，现在什么都没了，房子没了，钱也没了，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都怪你，都怪你！你怎么能怪到妈头上？妈明明为了……我为什么不能怪你？你生我下来，不就是为了让苏建国当提款机？现在提款机没了，要我怎么办？跟你一样，当小三去骗钱吗？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过了什么日子？学校里，同学们对我指指点点，背地里骂我是野种，我连自己亲生父亲是谁都不知道。我恨你，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哦，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为了我，为了你自己吧。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好了，现在什么都没了，以后我没你这个妈！你别走啊！你走了，妈怎么办？我到底图什么？活了20，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滚！跟你说了多少遍别跟着我，再跟着我打死你！滚！林秀兰，当年你对我那么好，我却抢了你的老公，顶了你的工作，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要是当初我没有那么贪心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浩浩也不会恨我一辈子。喂，来吧。喂，怎么样？
这也太好喝了吧！真的假的？棒！妈，哎，我回来了，赶紧洗手，马上吃饭了啊！哎，是。哎，好，这个也要看，快去吧。谁呀？秀兰，你怎么来了？我进来吧。秀兰，是我对不起你。这些年是我瞎了眼，是我没良心。我来不是求你原谅的，我就是想跟你赔个罪。哟，这什么造型啊？来你们家还得行礼啊？这我来这么多趟了，也没有这个规矩吧？起来吧。刚做好的饭，既然来了，那就洗洗手一起吃吧。妈，这谁来了？念念，爸。坐吧，坐吧。来，尝尝秀兰炖的玉米排骨汤，可香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第一次喝到她炖的这个汤，我就想着，要是能喝一辈子就好了。可惜，来，喝吧。谢谢。建国，来，趁热喝。怎么又是排骨汤啊？你就不能换点变化，换点新花样吗？天天喝这个，天天喝这个，不腻吗？行，我明天学学其他的。你自己吃吧，我出去吃。哎，汤还是那个味道，一样的玉米，一样的排骨，一样的清甜，为什么当年会觉得腻呢？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喝，特别鲜甜？念念，吃饭。好喝，甜，真甜。你们吃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念念，念念，爸好久没有给你零用钱了。这个你拿着，不多，就几百块，等爸以后挣多了再给你。不用，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吧。爸，好，那你照顾好你自己啊，也照顾好你妈妈。走了。
你说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这不是高兴吗？师傅，手机尾号9527。你头疼不疼？回去我给你煮个醒酒汤。有你在就不疼。就你会输。秀兰，冷不冷啊？对了，我把今年冬天最新款的羽绒服全都给你买了一个遍，过2天就到家了。到时候啊，你一件一件试，喜欢的就留下，不喜欢的呀，咱就退掉。不是，你买那么多干什么呀？多浪费钱啊！哎，这怎么能叫浪费钱呢？我给我自己的老婆花钱，怎么叫浪费呢？要不然我赚钱还有什么意思？秀兰，前半辈子你受苦了，后半辈子我要让你享福，我要让你吃得好，穿得好，什么都是最好的。下个月你过生日，我准备给你过一个生日宴。生日宴？都这把年纪了，过什么生日？哎，什么年纪都得有仪式感。我反正都已经准备好了，到时候呢，你就把你的那些朋友，还有咱们的老同学，全部都叫过去，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哎，师傅，怎么还不开车？快走吧。念念，妈明天就去领证了。你说妈一把年纪，会不会被人说闲话呀？妈，你管别人说什么呢？你苦了这20多年，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别人有什么资格说你？可是没有可是。妈，其实你特别厉害。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伤害，却依然有爱人的勇气。念念，妈因为你才有的勇气。妈，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好天气。